恭喜Amanda，恭喜恭喜！所以接下来你要挑战的是 Chef 胖，请问你的主食材是什么？我的主食材是蓝纹奶酪。拔头啊！反正就是豁出去了，你都做好了吧？还不够臭那个豆腐。恭喜恭喜 Amanda，恭喜！ Amanda，我发觉你有一个 X factor，那个 X factor 是与生出来，而不是你好好把握以后变成一个很耀眼的一个厨师。Amanda，恭喜你现在可以获得你的第一把刀，谢谢外加2000块钱。你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呢，就是拿着这把刀和2000块钱回家，或者是把2000块钱留下，挑战下一把刀。你的选择是？我想挑战下一把刀。耶！我选择继续挑战，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然后我希望在下一轮就可以做更多好吃的米食。好，下面有请 Amanda 出场 ，Amanda。 Hello， Hello， 其实 Amanda 你很面熟了，我好像在社交媒体上有刷过你的账号。你是不是做意大利面包还有三明治很厉害的？对，他上2道就是意大利餐啊。Amanda，你其实获了一把刀，获得的2000块钱，对，开心吗？开心。其实在我们这一期就是有2位，他们各获一把刀。如果你再获得一把刀的话，那你就是我们获得最多把刀的，这样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终极考核。但是如果说你要挑战 Chef James 的话，你可以直接获得2把刀。如果输的话呢，你只能获得1把刀，那这个奖金就没有喽。所以今天你要挑战1把刀还是2把刀？今天我想挑战2把刀。 2把刀，那就是 Chef James。为什么？其实我有看过 Chef James 的视频，他教了我很多东西。看了前几期，我也觉得 Chef James 对食物的理解真的很棒，所以能够在这边跟他一起煮，我觉得也是一种荣幸。有赢是一件好事，没赢我觉得我也没有后悔。哦，挑战詹姆士的话，你要说出你的主食材是什么？我今天选择的主食材是 Jerusalem artichoke 菊芋。你显然看了我很多视频哈，因为我视频里面没有做过这个食材。这个 Jerusalem artichoke 跟其他的 artichoke 有不一样吗？其实，在意大利，我们通常吃 Jerusalem artichoke 就是吃生的，就是加一点橄榄油啊，一点柠檬，然后一点香菜，就直接吃。现在准备好了吗？好了， Amanda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请备菜。我想做泰式，做的有点像东阳那个感觉，不要用西式跟他打不赢的，打不赢。有没有香茅？然后鱼露、糖，然后番茄、香菜、洋葱、蒜头，然后我需要春卷，然后虾子跟绞肉，任何的坚果。有避难，我来得及做这么多吗？没事，拿多一点。没事，拿多一点。对哦，我忘记还有棒棒卡哦。哇！Amanda，你知道我们的詹姆士，他对意大利烹饪非常有一套。所以你挑战他，你会觉得你会有压力吗？一点点的压力，但是我想尽量的享受这个过程。好，你的烹饪时间40分钟。对，詹姆士有几分钟30分钟。 ？30分钟。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们计时开始。来，这个食材我没有碰过。我们常讲，就是食材就跟背英文单字一样，这个单字你没有听过，你不会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食材你没有用过，你不会知道它味道是什么。其实我选这个主食材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食材很有趣、很独特，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那其实这个菊芋它有非常高的这个纤维，
然后它可以帮助这个降低血糖。它的膳食纤维很棒，膳食纤维会让你肠道会比较帮助消化。它的口感有点像马铃薯或者是芋头，连皮也可以一起吃下去的。菊芋其实是不用去皮的，那刚刚你会去皮的？今天我想让烹饪时间快一点点。哦，所以你去了皮之后，它就比较快熟吗？对。那如果不去皮的话，的口感会有不一样的。还是可以，只是要煮长一点。中餐的话，先放菊芋会常用吗？很少。亚洲风味菜也很少，就是意大利菜会比较多。2种阿迪丘，我们在超市看的那种阿迪丘是好像一朵花，这个是山丘啊，山丘是另外一个叫法 ，Jerusalem 阿迪丘。OK， 师傅想，你有常用对不对？对，拿来煮汤，它本身很有甜味，所以你要用牛油，然后去 caramelize 它，炒到它的那个水分都流失后，然后它会很甜，然后再拿去搅，就做成泥还是做成汤。今天我选择做这道菜来应战，是因为我很喜欢 Jerusalem artichokes， 然后我也想融入自己的意大利味道做这个菜。为什么 Amanda 扒皮不要用皮勒呢？要用刀呢？皮勒对我来说是比较慢。我一定会用皮勒。你也是会去皮哦？我有部分去皮，有部分不去皮。它没有去皮的情况下，它的味道有点像那个 Gobo 牛蒡啊。OK， 有一点土味，我觉得那个风味蛮好的。OK， 你今天要怎么处理你的这个 artichoke？今天我会用3种方式去处理这道菜。我会做一个 pickle， 一个 semi braised herb boil， 然后也是做的是一个 sauce。所以你会把它打成泥吗？对。所以这个也是从意大利学的哈？不是，这是自己做的一道菜。还有大概10秒钟，chef就下来喽。可以。OK。好。哎，加油！祝你好运！加油！加油！哦，chef，加油！哎呦，哇，可以回去了。chef，那削皮多快，他那边还在因切。为赶时间啊。但其实老实说了，平时有常用菊芋没有哎？有用过吗？没有哎。那个比较大颗的那个有用过吗？有。所以你觉得它这2个有什么不一样？它的脆度比较有，比起马蹄，在我的家族里面我们是不太吃的。那当然你说不吃，但是也是会拿来做菜的。啊，对，如果需要的话。那你会呈现什么？我今天想要做有一点偏泰式的口味，然后再加上台湾有一个发明一个叫月亮虾饼，但是那个虾饼很有趣，是泰国没有，只有台湾有。但是是泰国虾饼。对。好，你这个虾子，我是不是听到不应该听到的声音？那敲了钟就是帮帮卡要出来。帮帮卡请上菜。看看一下 A、B、C， 你的选择是？我的选择是 B。B， 好，你选择 B， 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帮帮卡？什么都可以。空白一张。也可以。你可以吗？你相信他吗？我相信他，但我不相信有空白的那张。天底下没有那么好的事情。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B 是什么？赤壁之战。碧是有碧绿的意思，赤是有红色，是红的跟绿的拿掉吗？先放，你觉得呢？有一点带火攻火烧的那个存在嘛？这是拿掉还是怎么样？不知道。红色、绿色选择一个拿掉。对哦，有可能。你说的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制作组比较认同你的。不可能，既然有战争的话，就代表这2个有一个胜出，所以不会2个都拿掉。这个战争是你的战争，红的跟绿的拿掉。黑呀，番茄全部没有了。哇！现在的制作单位什么狠招都出得出来。我本来以为赤壁之战就是让我的内心交战要留下红色的，还是要留下绿色？没有想到我想多了，是都不能留啊。对，你们也算是狠啊。对不起哦，这段是白的吧？这段白的吧？对 ，OK， 我能够尽量也只有留下这些。好，等一下，这个香茅，这个整只是白的吧？当然有帮助 ，small tiny piece 还是有差的。你知道我们制作组除了拿你的食材走之外，我们还会有给你1分钟的时间，去到后面加你一点食材。哦，你有2个选择，一个你自己去拿，或者是请徒弟帮你拿。请他们，因为他们比较熟啊，你比较近。可以。好，时间限时1分钟，请。好，等他回来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继续煮了。我觉得拿掉红色和绿色的食物，对 chef 来说这个挑战可能不大。然后 chef 的
经验也是很多，所以他能够临时发挥。开起来，我看到红色。开起来，开起来。我现在比较头痛的是，因为本来的绿色的部分是点出它的香味的东西，现在那个香味的东西没了。那红色，因为本来我希望做的是辣糖，然后带点番茄，有点像是冬阴或是拉萨感。对，但现在没了，就很头痛。好，时间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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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喽！回来喽！后面有东西，全部都是金色。姜花，他会说这红的，对不对？他又开始红哦，粉红对，这个要拿回去哦，送你，拿好。好，时间继续滚动，来，加油加油！好 ，Chef，你现在是切丝哦，你现在切丝会去拿去炸吗？对，你要做几种料理希望可以到4种。 ？4种料理，所以我看到你有这个 spring roll，所以你要做一个卷吗？没有，我要用片的。虾你要把它怎么弄？煮汤，做浓汤。我希望可以有办法呈现。所以你一个是浓汤，一个是炸菊饼，对，还有嘞一个酱，还有第4个嘞。然后有一个炸的是放在汤上面。Amanda， 你现在接下来要做这个是酱料。 这是 pickle sauce 里面我加了 raspberry vinegar，一点 red wine vinegar、onion spice mix、peppercorn、water、sugar and salt。我做了一点 hazelnut 做来 garnish。你为什么先烤一下嘞？我要它有那个香味。炒不是比较好吗？现在我没有空间炒。OK。 再做一个 anchovy glaze， 这个用处是做来放在我的 artichoke 上面。你现在在弄这个来干什么呢？等一下是 garnish 来的。Chef， 你现在这个熬汤吗？用虾头吗？所以里面就加了这个蓝姜，还有这个葱头，就这么简单吗？应该就可以。 OK。 好，你现在要做一个肉泥嘛？感觉像有点像是云吞感觉哈。虾饼，虾饼，虾的话一定要干一点哈。才有粘性。你虾饼是通常会怎么做嘞？我会把它铺平，再春卷2边把它夹起来。所以这里的调料有什么？盐、胡椒，还有一颗蛋，就这么简单。对，哦，把它压在上面哦。我看起来料很多哎。哎，你为什么要把它？不然会蓬出来。哦 ，OK。 14分钟 ，Amanda， 那你现在在干嘛？现在我要做的就是那个 artichoke sauce。你的 artichoke sauce 是什么用嘞？等一下会放在盘子的下面。这是加它的汤。这只是 milk and cream。我加的是一点 cheese 和butter。哎，你这个倒出来的是你的 artichoke。对，这是那个 boiled 的。所以你这个 boiled 的会 poach 一下。对。 Amanda， 你是为了今天这个比赛来学习用这个 artichoke， 还是家里时常会用的？只是为了这个比赛，我吃多一点，很简单的煮。Amanda， 我比较喜欢在那个锅煎一下。我不大喜欢用火香，它的口感跟卖相不是说很 natural 啦，火香只是很快的。 OK， 就是把它多多少少烧一下而已。OK， 不是烧这样久了。就觉得 butter base 是需要很多时间，然后在我的 time plan 它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今天我选择 torch 也是知道它有一定的风险吧。所以现在 chef 你在干嘛？我现在就是能够把东西打的全部把它打进去。然后你现在还是要做一个 paste 吗？对，因为这是最快的。所以像刚才 chef 都说了 spring onion，还有这个香菜，算是蛮大的一个食材吗？大。chef，你在炒香菇哦。这炒香菇有什么用的？什么？最后会把它打成浓汤，参考 chef 讲的。这个可以做汤，它其实像芋头的。对，然后是做汤，跟香菇的搭配会很好。香菇？
这个酱哈，应该是有点红色的吧？应该是要有红啊，但被你拿走了。时间剩下9分52秒，所以你现在是在炸这个菊芋丝，对，是点缀用吗？对，最后。所以要翻炸2次吗？不用，因为现在还会再后熟。哦。本来 suppose 要做的冬阴，是因为没有了绿色跟红色，我只能把菊芋再打进去。因为菊芋它本身有个甜度是特别的，打进去的同时再加上块状的菊芋，把这道汤组装起来。这样，Chef Neil，你有看到头绪吗？看不到，我只知道那个饼应该很好吃。那个汤真的是很特别，我很好奇啊，因为香菇跟虾汤来配啊，是我第一次吃了。哦，Amanda， 你在摆盘呐？6分钟哎。对。你有3道嘛，对不对？就是那个 sauce 这个，还有那个 pickle。Amanda， 我想问你，为什么今天没有选择用任何肉类？我觉得我要 honor 的主食材，所以今天全部做的就是让它 become the star。好。Chef， 刚才你切了，现在又在切哦。因为我现在没有蔬菜，所以我只能让它来增加它的口感。所以你这个2个腌料都是一样的吗？对。所以这个红葱头，对，还有你的这个菊芋，3分钟哦，差不多了。你的那个黑色呢还没放哦？还没，等一下放。你会搅碎吗？不会，就这样放在上面。对。这个会加汤上去吗？它会撒到汤里面去。OK。多久？1分钟。40。修。有 show hand， 快喽，12秒喽！有，5、4、3、2、1，耶！这个颜色今天就比较偏黄了。没办法，因为没有别的颜色可以代替了。你对你的成品满意吗？不好说。就这样吧。Amanda，你的成品你满意吗？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所以满意。你看到 Chef 的这个盛盘，觉得自己胜算高不高？我觉得 Chef 真的做得很棒，而且他能在短时间内做出那么棒的菜，我输了也没关系。现在是我们评审要伤脑筋的时候了哈。Amanda， 你知道菜名是什么？这道菜叫做 Jerusalem Artichoke Girasole， 我融入了很多意大利的风味，希望你们吃的时候吃那个 sauce。Together with the Jerusalem artichoke, with a bit of the pickles, the red onion， 也加了那个 hazelnut， 还有 apricot jam。你说那个 Girasole 是什么？Girasole， 意大利的名字。它特色在哪里？菜里面我用3种方式去处理 Jerusalem artichoke， 加了一些 sourness and sweetness from the pickles as well as the apricot jam。OK，Chef Neil， 这道菜呢 ，Amanda 做的很有不同的层次，这个黑色呢带出了另外一种香气。与其说的是主菜，比较像开胃菜，因为吃起来真的非常的开胃，都略带酸的。一般这么带酸的，如果要煮菜的话，可能就会略逊一点。真的是有3种口味了，等一下我会跟你分享多一点。摆盘很精致，觉得可以在一个餐厅里面做这个素食的主菜。接下来要试吃的是我们 Chef 这道菜。Chef， 你这道菜名叫啥啊？叫做赤壁之战黄袍加身。那我把菊芋的部分呢，有把它切成丝下去炸过了。我没有做额外的调味，因为我觉得菊芋炸出来的味道，它有一个很淡雅的甜。有部分的菊芋是把它打成了泥，做成了汤底。那我有一些菊芋的块状，你在吃的时候可以吃到菊芋的块状。饼的部分呢，菊芋可能没有那么的凸显，但是你可以吃得到菊芋的甜味在饼里面。上面的那个酱，我特地留了生菊芋的口感，那偏一点酸，带一点泰式的调味，肉片跟着这个酱一起吃。这个汤啊非常特别，他把artichoke拿去 blend 了之后，加那个虾汤进去，然后再加了椰奶，反而有那个泰国的感觉，不会想象到有这样的一个口味。我觉得这个汤我蛮喜欢的，它的味道真的是很特别。没有尝过，它不单是一个汤底，也是一个酱汁，然后里面真的有多重口味。它让我想到了泰式咖喱，可是是个没有辣味的泰式绿色咖喱，很好吃，而且非常的特别。谢谢。不知道有没有胜算，但尽力了。但我必须说，Amanda 很厉害啊。自己的胜算可能是50-50吧，因为 Chef James 真的做得非常的好。Amanda 挑战 Chef James，Chef James 会不会送出2把刀？马上公布成绩。
我一直从Amanda她挑战土地跟挑战第一把刀，我就觉得这个小女生很聪明，那她的料理也非常的纯熟。我觉得 Chef James 的表现真的很厉害，他用了很多年的经验去把这道菜做得非常的好。恭喜詹姆士手刀成功，成绩为什么这样呢？我想问一下我们评审 Amanda， 整体我觉得做得很好，就是我觉得 Chef James 呢，他能够把仅有的食材啊调成这样的一个口味，我觉得他胜在这一筹。Amanda 可能就是少了经验，因为那个火枪用了太久，所以多了一点加味。谢谢。我觉得 Amanda 在拿捏的口感方面，可能还有待加强。Chef James 呢，每一口都是很暖心 ，comforting。其实 Amanda 真的很可惜，我很希望说，哇，好，我们这一次我们有一个能拿到3把刀，有3个口味嘛。第一个是你的 cream 它做得非常好，然后第二个其实你的 main 那个你可以做大一点，然后你要煮熟一点。那 pickle 的 ratio 是有点那个醋太多，然后糖太少。你有没有加水？有。可能水不够。如果你加水、醋跟糖321，这条路你走那个食谱应该不会错。所以你刚才的比例是什么？可能醋 maybe 比较多一点。如果你下厨的时候时常 test 你的菜，所以你知道它太咸啊、太甜啊，还可以调。这个是很重要的。刚才在擂台在煮的时候有没有试菜 ？Pickle 可能是没有试了，因为我在家是有训练很多次，比较 used to eating one pickle per mouth， 跟别人吃可能不一样，它的composition 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然后我会吸取这个经验，然后以后可以做得更好。好，詹姆士，你有什么话跟 Amanda 说吗？其实我也是 Amanda 的这道菜，我很喜欢。谢谢。pickle 稍微酸了一点，可是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味道的撞击，所以如果说多了一点酱汁 ，pickle 放少一点，在嘴巴里面是很舒服。我觉得你做得很好，谢谢。谢谢。那你在今天呢，在这个擂台学到了什么？我觉得我也可以向 Chef James 学习，虽然那个棒棒卡的挑战看起来很可怕，但是他很从容的面对每一个挑战，然后做出的菜真的很好吃。然后也要谢谢大家，因为你们给我的意见很多。虽然是一个比赛，但是有很多的 friendship， 还有 very good competition spirit 分享。谢谢你们给我的建议，我会做得更好。谢谢。好，我们现在马上要看的就是我们的擂台榜单。擂台榜单，你看到你的名字吗？耶！所以接下来这位挑战者，如果他获得超过1把刀的话，他将进入终极考核。接下来这位挑战者是谁呢？请看。马上欢迎我们的下位挑战者 Bernice。哇，真够力啊！chef 来的那什么料理都有哎，太厉害了！现在可以邀请 Bernice 出来了 ，Bernice。哎 ，Bernice 你好，这位是陈爸爸。对，我爸爸。Bernice，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我先问一下。Oil and gas engineering， yeah。所以刚才那些是都是我业余的时间，就是用来煮来吃的。这些是你煮的？对，是我自己煮、自己摆盘的，然后是我自己的 recipe， 是我自己的 R&D。生活是一个不断追求卓越和挑战自我的过程。无论是在厨房里探索新味道，还是工作，或是兴趣上，我用心去体验，也追求做到尽善尽美。人生只有一次，所以我努力让每个时刻都变得精彩。3把刀是一场厨艺的考验，更是我追求完美的见证。通过这次比赛，希望我能展现对烹饪艺术的热情，用每一道菜去感动和启发更多人。我是 Bernice 陈思杰。为什么会很喜欢烹饪？但是你又不再从事？其实我1年半前才刚刚开始煮很多，然后就是 R&D， 1年半以前罢了。太厉害了 ，Chef Teo，太精彩了，我们有对手了。
好，有爸爸在，那也给你增加了信心，对不对？对。好，但是要你在挑选你的第一把刀之前呢，我们先请爸爸陈爸爸到后台先去观赛哈，因为这个 serious 了。 OK， Manis 加油，你行的，拥抱。 OK， fully OK， thank you fully support，OK， 谢谢，好，谢谢，好，我们请爸爸先去后台哈，休息一下，好，你 Q 一下哦。好，我们有3位大厨，请问你要挑战的第一把刀是哪一把刀？Chef Arino。好，要挑战师傅的话，一定要先过了徒弟这一关。徒弟，请接招。Chef Alvin， 你想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主食材啊。哎，对了，请问 Bernice， 你的主食材是什么？冰冻鱼，金木炉。好 ，Chef Alvin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Bernice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请备菜。你要5盘是吗？可以了，够了。你要做什么？看一下冰厨。看一下冰厨啊。可以选去。哎，拿虾。lemon 啊，也放啊。哇，这么多 lime 啊，这要做酸酸的了。要什么鸡粒酸？鸡粒酸可以做，鸡粒巴蒂拿几条吧？鸡粒巴蒂。ginger，spring onion coriander 要。哦，拿点配菜吧，鸡蛋要吧。炒点菜底吧，哦。这个是卢哥放的 mushroom 哦，对，很漂亮哎，颜色。就这样子吧，鱼跟虾酿在一起，打一个酱，有一点酿的那个牛肉刷。Bernice， 这个冰冻鱼你会常用吗？我有煮饭的日子，我都是用冰冻的食材，基本上我没有办法每天去菜市场买食材，因为工作。对，冰冻的食材通常他们都是会在它最好的时间，就是很新鲜的状况把它冰冻起来，所以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OK， 所以你今天准备的是怎么样的一道料理？今天想准备的这是一个融合料理。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这个捞叶的一个香味，然后我也非常喜欢 ginger flower， 所以我花了一点时间把这些材料设计出来，我觉得还蛮新颖的一个菜色。你的烹饪时间是45分钟。好 ，Chef 35分钟。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计时45分钟，开始！来，开始了。好，那就说这个 bantal leaf 是山捞叶，对，山捞叶。在台湾，常常会看到这个嘛，哈，在槟榔摊看得到了，但长在树上的要到高雄、屏东才看得到。它是很凉性的，所以你如果燥热的时候咬一咬、吃一吃，它会对身体很好，会降火气。对。这样。你好像在吃槟榔哦，蛮呛的，舌头会有点麻麻的，有一点麻麻。对，它直接就冲下去了。如果在台湾有常用这个叶子，原住民料理会比较常拿来用。好，你用这个包肉下去炸。今天你也是要炸的。对，今天也是要炸的。这个要做鱼浆吗？对，用手做鱼浆。好，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冰冻鱼哈，冰冻鱼通常他们储藏的方式呢，其实是在他们捕捉之后，在最新鲜的阶段哈，速冻。我们要吃冰冻鱼的时候，要怎么解冻呢？我们大师们有什么见解？一般你买这个鱼的时候，回家呢直接放到那一个冷冻柜里面。当你要吃的时候呢，你应该从冷冻柜放到冷藏柜，让它一个晚上呢就是自然的退冰。哦，对。但是如果你要快速的把它解冻的话，有什么特别方法吗？解冻的话，你如果透过金属，因为金属是比较快导冷跟导热，所以你只要把鱼放在一个铁盘上面，上面再放一块铁盘，它解冻就很快。哇，这个要回家试一试。那时间剩下38分钟。有一个重点就是冰冻鱼，如果你解冻的。虽然是解冻，但你没有把水分吸得很干的话，它很难粘在一起。对，交织。对，你一定要用厨房纸巾把它水都吸干，它的粘性就会出来。它其实用了很长的时间去打，这个鱼应该不错的口感。然后这里我看到你有这个带子，还有虾子。对，就是给它的那个风味比较多层次，然后是 dice， 比较有不同的口感。对。
时间剩下35分，哎，还要10秒啊。OK， 有，加油啊！加油！来，别太紧张。耶！这来，我还以为你会走去前面跟大家击掌一下再回来，没有时间。你不要害他。好 ，Chef， 哎，你要怎么处理你的鱼呢？我做一个酿的吧 ，stuffing。哦 ，OK，Bernice， 这边要酿鱼啊？跟我差别很大，是吗？不知道哎，酿鱼是。你可以看我一下吗？哈？你可以看我一下吗？哦，要敲这个。啊，没事，我没有叫你敲。哎，关火。敲这个。啊，没事，我没有叫你敲。哎，关火。所以敲钟就是就帮卡。哇，还好，还有人说吃 ice cream 的，不是帮卡啊，帮卡，请上菜。来 ，A、B、C， 你的选择是A。来，请开。掉包完蛋了。我们马上来请出我们的调包剂来。我以为调包又把人给调包了。怎么知道是不一样的东西？哇，粉红色调包剂，到底是什么？哇，这是什么？西域，红葡萄汤还好。芥末瓦萨比可以啊，米索。哎，米索。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把你这道菜呈现的方式呢，调成日式。这样子嘛，好。这个帮卡其实把整个思路给打乱了。时间剩下33分57秒，时间继续跑动。所以现在啊，因为这个你要呈现的是日式料理，日式料理的话，你还会酿你的鱼吗？鱼拿去煎呢。OK。Bernice， 你这里如何？就是先 marinate 这个主食材，然后现在我要试它的味道。OK。然后才来 adjust。Chef Neil， 对。这两个，这个是卡拉曼西，这个嘞 lime 跟卡拉曼西有什么分别？香味很香的是大力的，酸是小力的。在什么料理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泰式会用到啊，凉惹也会用到啊，拿它的那个皮啊 zest。OK， 然后这个嘞？这个的话，通常就是配那个米香啊，加一点酸。OK。好，你现在在干嘛？准备它的 sauce。OK。其实这个姜花很少会整个拿来用的。你整颗都拿来用？对，我是用来做 ginger flower salsa。OK。好 ，Chef， 我看你这里有进度喽，是 belly 吗？对，做一个汤吧。现在在做这个虾球了。日本料理有常用黑木耳吗？有。其实最主要的取决是在于味道，而不是在食材的运用。那你米索会打算怎么做？做一个米索汤吧。昆布呢？昆布应该加进去了再加一点了。日式料理的话 ，Daniel 喜欢吃吗？很喜欢。你对这个米索素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不可以太咸，也不可以太淡。米索素很容易太淡，好像喝热水一样。所以你喜欢味道很浓的那种？对，比较浓会比较好一点点。OK， 这道菜是有煮过，那时候还不是很完美啦。我也希望它煮的成功，味道会吸引这个评审这样啦。所以你学烹饪都是从哪里学的？网上，就是自己研发，然后看别人怎么做，然后就自己 R&D 一下咯。就好像这个姜花烧沙是，就是自己创出来的一个菜肴。对 ，Chef， 时间剩下19分钟，你的虾球已经弄好了吗？好了。那你这个是虾球是蒸的？真的。你这个汤是要煮到什么程度？煮到它有味道。煮到它干啦。我觉得 Chef Alvin 近期以来不是很好聊天。这汤 OK 了。这汤好了，那你这个虾球要蒸多久？7分钟吧。Bernice， 你那个三老叶是要炸过吗？还是不用？要，它的味道可能过后就没有那么重。哎，这个就很像刚才 Chef 说的嘛，包肉然后去炸，那个是原住民的做法。那你这个又是什么？我想问一下 Chef， 我们海芦笋啊。对，海芦笋 ，asparagus，sapphire，所以这个海芦笋其实也不常见嘛，我们餐厅有用在沙拉也有，用在
开胃菜，很少会在煮菜。OK， 像令你对这个 sea asparagus 很有研究嘛，是吧？家里会煮一些短的 pasta saute， 用这个，跟 garlic olive oil 很好吃的，就不用加盐巴了。不用，因为它够咸。那个海鲜味真的很香。OK， 所以你在这里会用在哪里呢？这里面已经有一点了。你加入你的腌肉了。对，接下来一些会好像当做烧这样的 on top of it。你有想到你怎么用你的 wasabi 了吗？做一个 sauce 配那个虾。我一边做一边在想怎样去用那个 wasabi 是最头痛，然后就想到做一个 wasabi nut sauce 的。Chef， 对，来。所以你的米索呢？什么时候下？煎完鱼先。OK， 所以你煎了鱼之后，你的汤是怎么呈现在一起？没有汤的 sauce 的。哦，你把它做成 sauce 啊？对。时间还剩10分钟，够吗？够。好 ，Bernice，你炸完这个之后呢？就是 complete 这些烧沙的东西吧。你这里有切了这个梨子哎，那梨子干嘛用的？是把这些烧沙味道 balance up， 就是甜味加酸味。你在家里常常练习这道菜？这道菜有煮过几次？你有叫你朋友去你家帮你试味道吗？这道菜邻居有试过。在家里我看他的刀法，他切菜都切东西很快的，他的刀法蛮不错的刀法。哎，你这个是什么？日本姜啊，日本姜。它其实就姜花。姜花嘛，就是日本姜花跟本地姜花的不同。对，日本姜花的味道会比较淡，因为比较冷的地方种出来的东西的 flavor 比较不会像热带地方种出来那么浓重啊。对 ，Chef， 来，你的辣椒都没用哦，不能这样用。日本餐哪里有辣椒？通常我们煎鱼片的时候，这个鱼柳的时候，通常我们是先下那个皮那一面呢，还是肉那一面？这样皮，因为我们要那个皮很脆嘛，所以通常我们会放皮，慢慢煎，慢慢煎。到最后已经差不多要熟了，我们再反过来，一会儿就可以上。这是大火还是小火？中火，火是不是不够大？哎，你这里是buffet哦？哦，有点像buffet啊。你这个是什么 ？Hazelnut with Thai chili powder。Thai chili powder。OK。所以你现在基本上也差不多了。差不多。那现在什么步骤？加一些味道。这是什么？枪翁。枪翁。对，我不知道华语叫什么。是泰语吗？对。哦，怪怪。它就有点那个蒜头的味道。哦，对啊，哇，后面是苦的哎。对，它有点苦的味道。哇 ，Chef， 哎，你这边进展如何？剩下3分钟。3分钟。你的鱼好像没有熟哎。对。 3分钟。这个把我 steam 的变成 air fry 了，现在。我是看到有 steam 的个字，我就没有去管它了，我就继续做别的东西。转过头去 check 的第一次，我就看到，哎，怎么是烤的？熟就好了。Steam air fry 哎。变成 air fry 了。哦，你本来叫 steam 的。哇哦。Bernice，你这里如何？都好了啦。看起来好像很多配料哎，这里。 对，所以你吃一个东西要沾这么多东西一起吃，是很泰式的那种，有点 DIY 的，随心所欲啦。对，比较随心所欲的那种感觉。我在想，我现在跟 chef 讲话应该是没有反应吧？因为最后1分钟了，1分钟了，对不对？看起来更好吃了。哟，50秒，10秒。我加油！还有 wasabi， 它能酱汁就是 wasabi 啊！鱼。好，还剩下10秒。8、7、6、5、4、3、2、1，时间到。我觉得它是比较创新的日式料理。 可以这样说，这是我第1道菜，所以我觉得有点暖身的感觉。完成品都是我想要达到的。一道日式料理，一道自创料理。我们首先要吃的是 Chef Alvin 的日式料理。
吊包鸡之日式料理。吊包鸡嘛 ，OK。因为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这鲈鱼腌了过后拿去煎，煎了再煮一个，本来想要做一个汤，然后过后就做成一个酱汁 miso sauce， 配搭这香煎鲈鱼 ，OK。那过后就做了一个虾球，加上这个瓦萨贝的味道，去呛它。有吗？吃到了啊，真的，其实吃那个鱼先再吃瓦萨贝比较好。OK， 瓦萨贝其实我也加了一些 cashew nut 炒一下放进去，给有一点口感。是。Daniel， 哇，那个虾球是好吃有弹性的，可是被 wasabi 害了，就是一吃下去，哇，整个惊吓了。所以我这道菜做的非常直接，接着煎，然后拿去，本来要蒸的是变成焗的嘛，然后错有错着啊，焗出来的话口感还挺好的。哎，起码他已经把所有的那些元素放在里面嘛。OK， 然后发味也很正常。那我沙贝方面不均匀呐，我吃到是蛮呛的啦。我觉得鱼的做法很好，那个鲜甜度还有在，然后你用那个 belly 去焖那个 sauce 出来，吃得到。好，詹姆斯，就一个对日式料理不熟的 chef 来说，你做的非常好。好 ，Bernice， 你这道菜名是什么？姜花捞叶鱼，就可以把它混合一下，是看不一样的风味，就是酸甜苦辣，苦的感觉就是从那个长翁那里来的，酸的就是 salsa， 咸度呢umami就是从那 sapphire 出来，所以就是很多不一样的 flavor 在一起。OK， 冯师傅。吃这道菜好像在泰国了感觉，然后因为那个沙沙是做的，我挺喜欢的。我整体的那个口感也很不错。我觉得吃泰国餐最重要的是完整性，觉得做得很完整，融合在一起。而且我对你的摆盘是有一定的要求，因为看到那么多好看的照片，所以你是做到的。谢谢。我可以吃20个，非常好吃，包沙沙。跟这个叶子这样吃，很开胃。Nice， 很完整这道菜，酸甜苦辣都有在，然后那个 salsa 非常的清爽。蛮惊喜的是槟榔叶跟姜花的salsa，很搭，所以是一个味道很足，香气也很足，口感也很丰富的一道菜。2道菜都有获得好评，到底哪一道菜会胜出呢？待会儿揭晓。Chef Alvin 能不能把关成功？请看成绩。用了它的米索，用了它的昆布打那虾球，还有瓦萨贝带入它的酱，就是一个比较摩登的日式料理。对这道菜是蛮自信的，所以我觉得我可能算是在创意，然后更完整性吧。恭喜 Bernice 啊！结果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来问一下评审 Chef Alvin， 今天帮忙卡害了你啊！其实我觉得你那个鱼呢跟那个虾球控制得非常好，只是酱的方面呢还可以加工啊，加油啊！好 ，Bernice，我觉得吃炸鱼最注重的是鲜甜味，而且你可以把冰冻鱼做到那么鲜甜，你是有功夫的。谢谢 Bernice， 我怎么样把旁边的那些 side dishes 还有那些 salsa 放在一起吃下去，也是真的还是很好吃，所以恭喜你，谢谢。Chef Chef Alvin 那个wasabi 太呛了，wasabi 其实只是一种点缀的，这么呛的话呢是很难入口的，所以这方面可能有时那个酱料可以帮你，也可能会害人。加油啊！好。Bernice 你做的很好，可以随时吃到我们所谓的 perfect bite， 所以你不管这个加那个，这个加这个，随时每一口都让人家觉得哇是很舒服。然后我觉得我们这次你选的这个冰冻的鲈鱼，我觉得品质非常好。那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你的鱼刺什么东西该挑掉、该整理都弄完，所以省掉大家很多的时间。你在食材上面的烹调你完全没有问题，唯独就是所谓的你要瞬间转换跑道，在原本的基础上要呈现日料，你可能就会想要加强什么东西。可是实际上这样的加强跟日料的思维是有点背道而驰。鱼的话，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 miso 的 sauce，你在煎完之后再把鱼放回去，稍微煨一下之后，它鱼上面呈现出来的 miso 的口感跟它的香气就会很足，而且会把你比较干的鱼会稍微回软一下。你真的太少做日料，有空约我去吃日料。好的，我讲这么多，希望你可以约我去吃饭。好的。
好，恭喜 Bernice， 恭喜你！很开心，第一关他会拿到这个成绩，算蛮不错，加油 ，Bernice， 要得到你的第一把刀，一定要挑战师傅。接下来你将会挑战 Chef New， 请你告诉 Chef New， 你的主食材是什么？我的主食材是 Hamachi Collar。Chef， 现在你有什么策略吗？要告诉你先。为什么？多多。哎呦，这个是什么嘞 Finger root ginger， 它是有点苦的姜。第一口哦，它味道很像龙眼，这是什么？泰国 cauliflower， 吃起来有点像 asparagus。感觉上你用的很多这个食材都是蛮特别，没看过的。2道菜都有获得好评，到底哪一道菜会胜出呢？